那我们接下来看第7个主题最近1个月到1个半月之内，我跟 A2 发现的重大的潜规则变化，就是出题顺序的变化。在第25页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是，自从 GMAT 去年11月上线，一直到今年大概10月左右，我相信各位现场应该也有人去考试了。出题的 pattern 长这样，如果是 verbal 的部分，是4篇 RC 或3篇 RC 各自分开，中间都一定会隔个1到2题，不会连着出给你。最近的1-2个月，我们发现 GMAT 官方做出了重大的改变，这个是在1个月之内的同学去考正式考试的 verbal。你可以发现，它竟然被连续塞了3篇 RC 在一起，这个很可怕。CR 一次连续给你4题，给你1篇 RC 之后，隔1道题就被连续塞了3篇 RC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过去的 DI 习惯会是前面大概1到6题会把各种类型的题目 DSR、MSR、TPA 跟 GT 就是4大类型的题目都给你出过一遍。再来就是几乎所有的同学 MSR 都是出现在5、6、7或者是4、5、6这3道题，也只会有1篇。最近发现的变化是，一开始的题目清一色都变成了 DST， 不会再有像刚刚那样子各种题目都给你出过一遍。再来就是 MSR 的位置固定在4、5、6或5、6、7，有可能会在考试的中段或考试的后段才出现。这是我们发现的2大变化。那对于这2大变化，我有什么实际的建议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刚看到在 verbal 那边的变化是 RC 都放在一起出，像这个考生就直接跟我回报，就是说 Dustin， 我觉得我写的好累，一篇 RC 刚做完，我以为可以调整一下节奏去做一点小的 CR， 结果没想到又出一篇 RC， 连续做3篇 RC。那平常我做题的时候，我没有去连写过，觉得很累，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同学从现在开始可以去改变你的训练模式，连续写至少3到4篇 RC 再回来检讨。平常这样训练的话，考试就不会觉得说连写是很累的事情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CR 它也会去连几题一起出的，最夸张的这个 Strict 是连6题一起出了。我也会建议你 CR 平常练习要以5题一组，连写完之后再回来检讨，而不是说1题写完1题检讨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平常去锻炼耐力，减少考试中的那种连续做同样题型的疲乏。在 DI 这个部分，我们 DS 的题目一定要想办法去加强速度，最好是能够把速度压到1.5到2分之内解决。还有就是它的准确率，因为 DS 题是我们4种 DI 题型里面 format size 最小的，文字量最少，计算量最小。DS 题的5个选项你是不用看的，要么就是条件1充分，条件2不充分，条件2充分，条件1不充分，这都长一样，你根本不用去看那个选项组合的。很多时候你不用去做很多计算，你只要用数理观念去判断它到底充不充分就可以了。DS 题应该是要帮我们省时间的。你在前面如果省时间，那其他的更需要时间的，比如说 TPA 甚至是 MSR， 它放在后面的话，你才有余裕去做。DST 的部分，我会建议你平常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每一题计时，让自己能够在1.5到2分之内做到快很准。再来就是要严格重视自己 DST 的正确率。我们希望你的 DST 一定要对得多，它刚好就出现在我们的计分机制里面那个波动比较大的关键位置。这个是我们的第7个主题。